Judge time. Ready, fight. 好的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2场半决赛，红方选手是小将季龙腾，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这场比赛是拳怕少壮还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这个感觉？是的，这个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已经是成名多年，这个在武林风的擂台上大家也很熟，还战胜过 Glory 的，原来是 Glory， 现在是 UFC 的对手啊，吉加齐卡泽。战胜过刘勇、王鹏飞啊，输给了罗超。对，罗超是在下一个组会出现 D 组。季龙腾呢是国家跆拳队训练啊，然后全国青少年跆拳锦标赛的冠军。从履历上来讲呢，是相对偏稚嫩的选手。对，但是在这个擂台上，经常会有一句拳谚叫“拳怕少壮”。年轻选手有老将所不具备的冲劲儿和对于一切都敢于挑战的这种勇气。没错，我们跑腿。我们今天是武林风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付费购买我们这个直播收看的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58钻。因为Max 63和70两个级别的决赛，也只有在这个直播间您才能够看到。乌里扬诺夫发现有点脚下追不上季龙腾啊，开始打季龙腾的躯干了。这个和我们今天第1场比赛乔治马拉尼亚的这个思路是比较像。就63的第1场半决赛。对。季龙腾在过往的比赛里边遇到挫折不算多啊，输给的对手呢也比较强势，输给欧阳锋。对啊，比较强势。所以在称重的时候也扬言要找欧阳锋复仇。这个机会快来了啊！如果能打赢这场比赛的话，就有机会。决赛就可以复仇了。那首先过了阿列克谢这一关。对，这个9次俄罗斯泰拳冠军，3次 IFMA 的欧洲冠军。这选手虽然年龄稍微大一点了，88年的运动员。对，而且他获得成绩的那个时间啊，已经有比较靠前了。是啊，但经验上乌里扬诺夫还是可以的。跨步的前摆，季龙腾现在有点没找着节奏，他的输出呢不够准确啊，输出的思路呢也有一些松散。而且我感觉季龙腾在场上的表现更像一名散打型的选手。是。泰式的内围，但是双手箍颈应该是不允许的，只允许单手箍颈的拍膝。乌里扬诺夫跨步进来的前摆，再看腿，老将水平不低啊。Okay. No. Okay. Take out. 凳子。Ready, fight. 好，进入到第2回合的比赛。C 组的第2场半决赛，季龙腾对阵来自俄罗斯的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季龙腾这回合要打出命中率了。对啊，如果命中率太低的话，在自由搏击比赛里太吃亏了。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也是尽可能的啊，在自己不输出的前提下，不让季龙腾近身。对，好拳，左手。好，还一个。
这个如果大家对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不是那么的熟悉，对阿童木啊瓦西托夫应该是很熟悉的，就是在 Glory 擂台上战胜过亚历克斯·佩雷拉的男人，他们都是出自同一个训练组啊，库兹巴斯泰拳队，就有点像我们的体制内训练队啊。这个年轻人就要把自己的体能优势发挥出来。如果打这种定桩输出，这是乌里扬诺夫最愿意看见的。对。啊，你打一下，我打一下，这是老将愿意看到的。对。谢龙腾有想赢的劲儿，没错，但是还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哈。哎，好像没处发力似的。对，就憋了一股劲儿。对。这也是阿历克谢·乌里扬诺夫的优势所在，他一直顶着季龙腾，这样季龙腾没有太多的机会把自己的这个重击抡出来。对，他不适应。我们 C 组这个组别不出大家的这个预料哈，欧阳锋已经进入到了决赛了。那场比赛的两个人的至少前2回合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是啊。季龙腾需要有更多的进攻手段，你看，一直不在自己的进攻距离上。乌里扬诺夫更多的是愿意近身了。对，好，此刻还在试看的朋友哈，可以点击58钻购买我们的直播。试看的时间是3分钟哈，因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今天63 B 组的4人战以及70 C 组的4人战全部结束了，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这个决赛时间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就有彩蛋送给大家，所以说您还没有购买我们这个直播的朋友，抓紧时间了。这个抖音专属彩蛋啊！是。双手的超人拳。季龙腾是有能力的，这硬件是不错的，只是找机会的能力并不是那么强。面对复杂情况，自己的处理也相对会慢一点。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很见长的一个事情，正常。Second out. Back. Ready, fight. 好，来看第3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季龙腾，蓝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阿列克谢。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半决赛。前2回合我觉得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拿下的机会比较大一点。对啊，季龙腾需要他有不错的单击命中，但是没有组合式的命中啊，也就是没有办法建立起矩阵式的优势。正蹬对于现在的季龙腾来讲，并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远距离的控制他是无法获得更多分数的。对，跟对方拼拳其实并不怵，季龙腾的拳法还是可以的。这季龙腾还是有点迷茫，对，这个战术不是特别清楚，缺少一些经验。就像在第2回合的时候，严博老师讲的，面对阿列克谢这样的对手，他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该怎么打。那过往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是依靠自己身体的优势啊，他的确身体优势很好，属于硬件天赋很好的选手。经验是需要累积的，更需要时间。
啊，在这个节点上碰到像埃克谢乌里扬诺夫这种之前就是战绩很好，现在经验很丰富的对手，的确有时候会有点发不上力。对，阿列克谢其实一直保持着一个很高的这个竞技状态。对，比赛的频次并不低。哎呦，哇，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今天季龙腾有点这个劲儿使不出来。哎，这季龙腾更擅长的是，要不咱俩就站到那儿对拼，或者咱就在远距离控制。但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给他打了一个在中距离他又不适应的一个距离里边，不停的找到节奏去破坏季龙腾本来想要出的进攻。你看，刚出2拳，我刚要打组合，然后马上一个进攻把你断了。对。哎呦，基辅势大力沉的一拳。不过对于季龙腾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这个在70这个级别里边，我们已经2组出来了，只有韩文豹1个人出来。对。那 B 组是玛丽安。对，那么 C 组我觉得欧阳锋可能出现的几率会大一些，毕竟在没有输掉之前，欧阳锋还是这个级别的，至少在50锋的第1啊。对，这个没毛病，冠军级的选手。乌里扬诺夫其实有不止1次出腿比较低了。哎呦，季龙腾是完全打不进去了。对，就节奏完全在对方手里了。对，这样就很难打。好，比赛结束。好的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2场半决赛已经落下了帷幕。此时此刻呢，我相信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屏幕前的朋友们都在等待着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有一个人在第一时间最想知道晚些时候的决赛谁会和他站在一起，那就是欧阳锋。我们等待着最终的结果。好，现在宣布比赛结果。3位裁判一致判定27比30，蓝方胜。Lukanen win。祝贺阿里克谢，感谢季龙腾。我们一会儿决赛再见。